第一季街舞的时候最有名的一个 battle 就是石头和王子期的，就是这首歌《失恋阵线联盟》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，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彼是一样的傻。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知道这首歌？我找不到知音人。我妈妈在家里都是放《该死的温柔》啊，什么就是那些歌。因为在我那个时候，听草蜢而学跳舞的人特别多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我听那 Beyond， 哦，Beyond 是我最爱。 90年代对不对？那你们平时学舞的话，会用谁的歌？是最开始的话会听谁的歌开始喜欢跳舞 Michael、 Justin Timberlake、 Justin Timberlake。我那时候是 Black Eyed Peas 那个Black Eyed Peas。 Where's the Love？ 他们不跳舞啊？不是那首歌，是我们的那个基本功。你听到这个歌就想跳舞吗？也不是，就是哎，开课了，来了，要上课，要上课了，来了。以前国内的街舞的社团教舞的时候，也是用英文歌居多呢，还是中文歌、英文歌都有我上课就全是英文。 ？battle 的时候也都是英文歌为主吗？偶尔会放1-2首 battle 的时候，那种很奇怪的歌时候会有中文歌是吧？港台歌有吗？有没有？那可能那时候还是属于街舞刚刚起来的时候。对，但之前特别流行的，就是我们节目里面有，他们拿那个老的广东歌，对，所以很多跳中文歌的这种流行歌曲的话，battle 的时候比较容易配合表情啊什么之类的，出一些特别炸的招。一博，你开始学舞的时候就是纯因为就是听英文歌开始的。对，为什么开始学？一开始，我喜欢，记忆特别深刻。我在小时候医院里打吊针的时候，电视机前播动感地带街舞比赛，那个时候应该那个比赛还挺有名的。我觉得哇，好酷啊！看的是 breaking， 好酷啊，太酷了！然后我就跟我妈讲，我就说我好想学街舞，我妈不让，说要读书什么的。不是，他们觉得，因为那时候觉得街舞是一个看起来不是很好的一个样子。然后我就说，我就一直在求我妈，我想跳，我想跳，我想跳，最后还是同意了。我说我成绩什么考到满分啊，怎么样，就是这种类似的。后来做到了吗？不记得，不重要。本来是个励志故事，你知道吗？我答应我妈妈一定要考到全班第1名就可以学街舞，好励志的故事。那为什么那时候会觉得哎不是那么好呢？因为挺早了，那个时候是08年、07年左右，就穿着打扮大家可能还不是很接受，对，会觉得会有点痞，坏坏的。你是听到谁的歌就一定会？我小时候是老妈给我放，就是我想看那个口袋妖怪 Pokemon， 然后老妈给我放这个 Michael 的那个碟，好烦啊那个时候。我妈说看别人跳舞，看这个人跳舞跳得这么好，她说这是天皇巨星。我想看 Pokemon， 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了，好像是跳舞跳得很好，但是关我什么事呢？我想看 Pokemon， 他想吸引你，没有，到后面自己突然觉得说，好像跳舞真的蛮酷的，就再去看回那些录影带，这样。6、7岁你妈就让你看 Michael 的舞蹈，是希望你学 Michael 跳舞吗？对我妈还给我上钢琴课啊，各种课什么上的我都要崩溃了。小孩在6、7岁的时候吧，应该还没有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干嘛。我是从13岁的时候才给自己才有一个就是非常清晰的一个目标产生的，就我想当一个歌手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，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目标的。我可能早一点，我是先是接触了街舞，然后看到了舞台，我觉得哇，在舞台上表演好酷。然后后来我又去学了吉他，但是最后吉他放弃了。我小时候特别好奇，我什么都学，就什么画画、素描、国画、什么蜡笔画，那种都学。全是你自己的兴趣吗？啊，就是想去，但是就是学几个星期就不再见了，学一段时间就再见，学一段时间就再见。然后小时候还很喜欢滑轮滑，对，男生都喜欢轮滑。对，然后再到后来就只有街舞了。我也是 Michael， 一样同样。那我们那个年代有一些唱中文歌的歌手，草蜢啊、杜德伟啊，我也是13、14岁开始很喜欢跳舞。我听说您是最开始在香港，也是无线训练班吧？对，就是13、14岁开始晚上去那些兴趣班啊，就有一些叫跳 jazz 的，在电视台有做过一段时间的舞者。戀愛總有幻覺，戀愛總有假話。
就我们看以前的电视台，就是会不同的歌手来打歌啊，然后你要帮他伴舞。当时不是现在那样，就自己的歌，然后自己的编排，通常是电视台帮你编排好，那歌手来唱。所以你经常要帮歌手伴舞。我就是每天要练，每天下午练，然后晚上就要去表演。我知道伴舞的那个舞，它不是，它是有一个专门的叫 commercial dance， 就是商业舞。商业舞。就我们那个舞团参加商演挣过一次，就是外快。对，那是第一次我以街舞嘉宾表演，那时候跳 breaking 嘛，有一个小的 freeze 卡在那儿，然后卡砰砰砰砰把我压下去，就印象还挺深的。然后那次是拿了100块钱。所以你没有做过伴舞的经历吗？你也给人伴过舞啊？可能是要出道前给一些前辈们。是的。对就是当练习生的。对。哎，我不知道我算不算，我那时候是帮练习生的伴舞。帮练习生伴舞。我是练习生的伴舞，因为我们练习生那时候有级别的，有教育生，有什么准备出道生什么的，我是最初的那个级别，所以他们有一些舞台在他们一个 showcase 里面是需要伴舞的。那时候伴过，一开始是有基本功课，可能里面就是你说的 hip hop， 所有的 groove、rhythm， 你的 step、你的线、你的快慢，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要练1年之后我才练其他。我们公司是那时候是这个体系。哎，所以练习生也都是从最基本的开始。最基本功，然后我是练了1年，对，我是要是有一个，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考试，我是每次都是失败，1年后才过的，都会有吧？你公司你开始的时候没有吗？对，基就是本功吗？一进去的时候，一进公司的时候。没有基本功课吗？有。点头点2小时嘛。我那个时候一直跟对我那个时候当 PD 的时候，我跟练习生这样吧。对啊，点头点。对，这样嘛，练前面。什么这个，哇，太多了。转。会不会？你就不要这样。我还可以。啊，真的吗？我就是脖子短点，但是动还可以。我们那时候还在镜子画一个点哦。身体不能动，你那个点在你这里，你不能动，然后去做你的 isolation 这身体分离。那时候是有的。那个镜子离你有多近？没有，就是大概这样吧。然后，因为我近视，哎，我很好奇，你近视为什么不戴隐形眼镜啥的？我试过，但是不适合，就是怕，我反正有恐惧。那显然度数也不会很深啊。深的300-400。哦，那还所以我现在看歌，你们其实看不到脸。但你知道你这样不戴的话，你会越来越深吗？我 OK， 我还是还好。他如果定的话还好。哦，它可以这样的，300-400可以，还好，就真的。那你看那些选手比赛的时候，哎，这个还是看得到。额外的一条毛巾。哇！他们的脸的那些毛孔我就看不到了。毛孔我们也看不到。不是，你是说你这视力300-400？放大镜的视力吗？我就反正你可以看到那个轮廓和大概的样子。对，整个感觉嘛。但我这里有颗痣，你就看不到。就比如说你现在胡子哥，我是看到有点灰黑的，但是我是仔细看不到。哦，这是加了柔焦。就是在水里睁眼的感觉吗？呀，没有这么夸张啊！哎，其实我是在说这个街舞这个文化，确实是，我我跟我的舞蹈老师在街头跳舞的时候，大家都投来很异样的目光，但其实街舞就是在街上跳的呀。对啊，就是在街头上没有音乐，甚至就是没有音乐，就大家跳。我看就是视频上下着雨，他们就跳。就各种跳，没有音乐。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去告诉更多的人，你只要心里有律动，你有 beat， 就像他说的一样，然后一博说的一样，就哪怕没有音乐，你可以跳起来；有音乐，你应该跳得更嗨。我在那里跳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国内吗？就是上海的一个街头边上，叫江边上，别人都说。黄浦江边上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浦东吧，反正就是。啊，那就是黄浦江边嘛，那就黄浦江边。一星哥之前在
海外街头也跳过，那个气氛 OK 的。对，这样很然后接受。那些车阵里停着就看，就会看，他们就会拍，哎就原来跳得好的哦，还蛮好的。外国人应该都挺放得开的，放得开的。对，对，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跟那个大妈一样，就是广场舞一样。对，就是我们应该跟广场舞一样，就是随意的跳，开心的跳。当然了，如果是实在是扰民了，那还是不好。扰民了还是不好，就不扰民的情况下面开心的跳。本节目由生日无畏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，小蓝瓶配火锅要一起才更酷。这次我们收到了一个特殊的漂流瓶，是给 rapper 的。我不会 rapper， rapper 是给你起的外号。这个博哥把我，哇，好长。没有。要我找下节奏啊。这谁写的来的？这有点像顺口溜，其实你难度不是很大。这个是写信的人，我可以先告诉大家，这是小鸡写的。就是用脚趾头地板动作那个。我先开始啊。第一趴是给钟汉良队长的。钟汉良导师是个谜，每天刻苦在练习，街舞精神什么样？梁哥是你好榜样。有押韵。是小鸡的风格。后面是给一博队长的。街舞文化懂透透，给我毛巾666。Don't say so much， 不用说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哦，我喜欢这个。后面是给一星队长的。黄派舞种你最爱，你比选手还厉害，舞蹈基础非常稳，精武门被你圈粉。精武门是你？他们自己有一个精武门舞团。哦，对。加尔队长。唱歌跳舞加空翻，谈吐幽默不一般。跳舞不只看难度，主要你还懂艺术。这就是艺术。他有 sense 的，押韵小鸡他很有 sense。对，倒是每一首这个都比较 Q 到点上。诗里面都有 Q 到大家的特对，我觉得小鸡他们那个团队也真的是很有 sense， 选他们出来的这个队长他也有 sense， 那确实是有 sense。你没有看他现场，真的太逗了。哎，我记得是加尔那边去看了一下，你还记得那天你去看了一下，你还跟他说给他过，给他毛巾，就是那次啊。我们这个跳街舞的选手都这么有才华的吗？昨天录的105进70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有哪一刻觉得？因为真的看舞蹈会有一刻就炸到，哇，鸡皮疙瘩就起来那种感觉。有小鸡他们组，那个小鸡的 concept 太重了。谁会想到用脚去？真的，我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会重复一次。哦，对我也会觉得，不是因为一些 B boy 会玩这种东西嘛，我要放大招了啊，然后走一个这个，对，大家都会想到。对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拿脚趾头再做一遍，这真的是太炸了。昨天晚上回去我研究了一下，我的脚趾头是走不出那个路啊。你回去还有研究啊？对，大家就是我觉得学习嘛。你在哪里研究啊？就酒店房间里。很努力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住我楼上，然后昨天晚上呢，我就听的是，咚，我以为施工呢，我说早上了有可能会施工。突然我的房间也来了电话，然后我先问我的工作人员是不是。我楼上也住了，就是艺人，然后说确实是，我想那肯定没谁了。我在练 arm swing， 在踩，对，踩地板，我就楼上就哇，声音那么响吗？咚，已经6点了，我们早上6点吗？我们回去6点了。你回去没睡吗？睡啊，就是先练 arm swing 再睡。练累了睡。哇！你张艺兴用这个入眠，把有点精力没透掉，先透掉，然后先把就睡得香，累了之后再睡。先放电，然后再充电。主要是我看我们这个 crump 选手都不在，就都。昨天的 crump 全都，
对啊，可惜啊。而且你还最后给了一次机会把大毛叫回来 Seven to Small， 哎，有没有点失望？作为中国Crump第一人，你现在？哦不敢。是的。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更多的来学习和系统化的学习这个 Crump 这个舞种，然后也用 Crump 可以拿到一些世界冠军啊什么。所以Crump那组你的表现，你是不是稍微有点小失望？其实可以更好吧。我对他的期望值是很高的。哎，但是我听一星哥说 ，Crump 你就算你 ban 那个什么29人都，你只要有够招就好了。他们玩很多衣服，对，这样，对，帽子、鞋子，对，这样其实他们，哎，大部分那些招都是自己创出来的。会跟老师一起研究，我是跟老师一起研究。Crump 的基础其实是很破的枕头，连采访的时候他都要抱着这个枕头。家的感觉。对他就从小，其实他内心挺缺乏安全感的，那是他外婆给他做的一个枕头。他到现在无论是到哪儿，他都会抱着一个很脏也不洗，这枕头他就一直抱着。一直抱着，采访的时候也抱着，他觉得这个是特别给他安全感。那他这种枕头是可以干洗的吗？我是问一个题外话。其实可以，它是一个棉枕头，但他从来不洗，长长的、脏脏旧旧的，他就采访时候也要抱着，他只有抱着他的时候他有安全感。干洗会对衣服造成损伤吗？没有，他其实就想留住那个味道，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那个味道。我们小时候也有啊，就是妈妈就睡觉的时候有一块布。不是吗？我们也会我们也会。洗是看个人品味儿。你怎么老在一起？不是洗是看个人品味儿，就是。不是因为我是比较在意这个气味的，但小时候那个布就是那个感觉。因为他抱着睡觉，你肯定不会多脏啊。对，所以就不会是像穿着贴身的衣服会脏啊。他抱着每天就是那个人的味道一样，他没有那个。你想象的味道，对。双人舞啊，那个是第一个，就是杨文涛和他妻子的那个。对，那个杨文涛和 CC， 对，他老婆跳的那个舞蹈，真的然后一拜天地的那个。那默契不是开玩笑的。我是被他的那个表现的那个表现力，那个表演的感觉啊，而且他们这种题材能创一个 idea， 我的天哪，也容易打动人。对，美感、动作美感什么也很好哇，然后控制啊什么各方面都 ，Oh my gosh， 最后还有一个接吻，撒狗粮。啊，我看的感觉跟你一样，我真的觉得他们撒了一波狗粮。最后所有东西都结束了以后，这个胖起来你就在嘣一下心上，哦，就是这种，你知道吗？记得杨文涛有一段是一个人在那个地上，就是表情很撕心裂肺，然后一直在捶打地板。那个时候梦并没有醒啊，你懂我什么意思吗？就是，所以他们一定是经历了什么，所以我非常好奇这个故事到底说的是什么。就感觉像是其实是在一起的，对。然后到后来因为一些事情不在了，然后很痛苦，然后回想到之前的一些事情，那个铃声代表。我是这么理解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事情。你会想问他吗？我很想问他，但是我看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想的那么，就是让你去感受。只要你看一幅画，你没有必要让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脑子里一定是有一个剧情和设计的，他不会是对有个原型。撒狗粮嘛，那个剧情到这个份上了就得铺垫，因为最极致的痛，就是因为曾经有最极致的甜。回想起了我们的相识，我们的相遇，我们的点点滴滴，拉回到现实那种撕心裂肺，也是在再次回忆起那份甜蜜的时候。那种甜，而现在永远再也拿不到，是那种绝望所形成的强烈的反差。我记得我们在过才艺的时候，还不是在这个场子里面，在个舞蹈房放音乐，那时候就看的就是我们女导演有的就是哭了，连我都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，就特别打到你心里面那种感觉。我其实对《鸟语花香》黄轩、黄潇，那个也特别震，就是震到我，那个博哥一直问我想什么，我都整理不出那个我对那个表演的感觉。
它有点像是一幅山水写意画。就你要用一个怎么感受那个表演，就好像他说，你说像看到一个很悲壮的故事，那个杨文涛那一段差不多道理，就是但是那个感觉更诗情画意一点，所以他才取那个柳语画像，就是好像亭台楼阁，然后有水流，好像看一个风又吹山水画，对，像导演说的。本节目由生日无畏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，小蓝瓶配火锅要一起才更酷。OK， 适可而止了，可以吗？大哥，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权宜之助。有别的内容。大家准备了4道家乡菜，你们可以猜猜哪个是给你们的。红彤彤的村。哇，这个写着什么？啊，完了，进去看不见。我来给你说一下吧，满满正能量，红彤彤的唇，飘香四溢。我家乡的胡辣汤。一次又一次，胡辣汤的滋味温暖了游子的心。家乡菜嘛，胡辣汤。啊，我也觉得满满正能量是我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就感觉，他一定是跟队长有点关联的，因为正好一星队长唱了《炎黄子孙》嘛。啊，我还以为我之前拍那个抖音，满满的正能量，早晨起来拥抱太阳，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，满满的正能量。那只剩2个了，一个写着 blue blue， 然后一个飘香四溢，飘香四溢是吗？飘香四溢，飘什么意思？飘香，香味会散发到很多地方。那我知道这个应该是钟汉良队长。你肯定知道哥。不，我真不知道。我这一趴流程我们完全没有对过台湾。为什么这么猜呢？是因为我猜这个飘香四应该是香港嘛？飘香他这样也香港啊。哎 ，blue blue 啥意思啊？就是音乐的那个 blue。忧郁，心情。我刚看了一下，我觉得好像有对的，有不对的。我觉得先揭晓这个吧。满满的正能量，是不是？说是。等一下，早晨起来拥抱太阳，满满正能量，是不是他呀？是不是汉良老师啊？满满正，也有可能。洛阳的河南胡辣不是牛肉汤，也是早上起来。早上起来喝完之后满满正能量。然后我们选一个吧，我们猜一个。我觉得可能一心说的对的，这个满满正能量很可能是我的。对，小蛙队长。那我们猜猜飘香四溢吧。飘香四溢应该是湖南菜吧？就是湖南菜比较香嘛。有很多湖南湘菜馆叫飘香楼，好像我有这个印象。我觉得没有这么复杂。有可能这么复杂，我觉得。是啊。好，来大家猜一猜这个是谁的？我要么上海的，要么香港的。我猜长沙的。我猜上海的。3、2、1 ，Judge。这什么？臭豆腐。哇！飘香楼，你看。因为我一看到这个臭豆腐，我就觉得刚才，而且这是长沙臭豆腐，只有长沙才有黑颜色的臭豆腐。哎，要吃吗？我想吃哎，我想吃，这能吃吗？能吃。可以吃。辣吗？现在没放辣椒吧？现在应该没有辣椒。哦，还有热气，一点点热气，还有。你试试看哥。没有那么臭哎。哦，它其实不臭，其实好吃的，尤其是这种黑色的炸过的。没有那么臭。那你猜猜你的家乡菜是什么？胡辣汤，叫做什么？
红彤彤的唇。如果是胡辣汤，你就1碗干，敢不敢？如果不是的话，就所有人干。不是的话，你干呢，哥。我也这么认为。但这个东西干不了啊。哦，什么？擀面皮。擀面皮。哇，对，粉皮吧，它比米粉更筋道一些，但是它这个好像不是很正宗是吧？是吧？嗯，可能不是很正宗。吃一下，试试看，是不是？这样试试看，是不是感觉是辣的？不正宗。是不是要多一点麻酱的？不是，它会有带水再多一点，然后它这个面其实很筋道的。好，剩下的肯定是香港或者广东的或者上海的。其实这两个东西我光看真的看不出来。但这个应该是小蛙队长，我觉得那个钟汉说那个医生队长说的对。我们先看看蓝蓝的，有什么是蓝色的？蓝谁呀？肯定是他，我知道了。为什么？我待会告诉你为什么。勇往直前那个是啊不这个哦，我一下想到了，这个蓝色对吧？对啊。Go 胆 Go Battle 是不是？是不是 ？Super X 是不是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一碗鸡汤。我还以为是勇闯天涯 Super X 是 BLO Blue。我一开始以为我想到了，没想到，还以为你请我妈来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是一个很 real 的节目，连我都不知道啥是啥。如果真的是我妈包的，真的 real 啊。好，下次我们再 real 一点。什么？哦，是吗？哦，那边跟我说真的是你妈妈包的鸡汤，给你空运过来的。哇，有没有吃出来？刚刚还说喝不出，我刚刚没喝嘛。喝出来了没有？首先呢，是妈妈包的汤，然后她给我这一碗。对，就是先让你尝尝是不是？等我问一下啊。首先呢，我妈妈给我鸡汤里面是肯定哦，还有一个环节，嘉尔的妈妈把剩下的汤拿过来了，我们有请。啊！哇塞！嗯。花生酱啊，对，花生酱一点就够了。港式火锅的酱，从小就是这样吃啊。港式火锅酱，上海人一般都是花生酱加芝麻酱，然后一半一半了。我也是，妈上海，爸广东嘛，所以就不是，我是因为是不是我是，人家是啊。哦，抱歉。你是纯上海，我是纯上海人，对。 rapper 上海 rapper， 哎，我一直没接到你的梗，你为什么说我是 rapper？ 其实是博哥说的，嗯，不是我，啊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那博哥啊，对不起，给出一个结果。好，谁给的？哎啊，什么回事？突然一个 rapper 过来了，这等下谁？Yo, let's go！ rapper 说不可以啊，所以是怎么样 rapper？ 我都不要回头听那 rapper。我也听进去了，对不起，我也听进去了，对不起。没。哎，要不要喝点饮料？冰的饮料。冰饮料吗？那这个就是来一个植入吗？还是吧？自己离开一下，就在这里。不好意思，你们理解一下，对吧？ Go 胆 Go Battle， Go 胆勇闯天涯。那个杯子可以吗？不漏了吗？这个不漏了，你确定吗？你先那边试验一下。很难说。然后今天所有的菜其实都是你们点的，你们写的菜，然后点的这些菜。腐竹，我猜，让我喜欢吃的也不是米饭，是石谷米。有香菜、贡菜、毛肚、掌中宝，还有，好的。
午餐肉是谁点的？我喜欢午餐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小时候就吃午餐肉啊，就是那个火锅的时候。但是我小时候上海人是很习惯吃一种叫梅林午餐肉，对，是不是那种罐头肉这样卷？哎，对，这只有我们那个年代有，真的。什么？再说一次什么？梅林午餐肉，开关的方式是这样子的，old school 的，现在基本这样。没有是吗？我没吃过，我外婆没。我小时候是住在上海的，应该现在还有的吧？现在还有。现在有。小时候，至少我小时候，上海人吃，晚上就是生活条件比较好的时候，周末开荤就是吃红肠方。得错呗。哎，得错。这个牛肉没有了吗？你点的牛肉吗？先生，你这个肥肉可以大方一点吗？好，谢谢。哇！哇，谁点那么多牛肉？牛肉和菠菜啊。立新点的是牛肉和菠菜啊。牛肉粒是你点的吗？牛肉应该是我点的。一博队长点的啥还记得吗？这个火腿肠。火腿肠啊。掌中宝。贡菜。啊，毛肚。这广东话叫什么歌？牛頭。牛頭係。这是烤头。牛頭。我们讲的时候你们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你不是会唱广东话歌吗？你会广东话歌？刘德華老師的。哪一首？回頭便知我心只有你，沿途路斜，愛卻在原地。平凡日子令我一再度回味，想你，心想你，心只有你。完全聽得懂。標準。我不知道我標不標準，我廣東話 OK 啊嘛，係咪？我都唔知我 O 唔 OK 喎，我都唔知。分手總要在雨天，張學友非常喜歡那首歌。總要在雨天，人別掛念從前，在痛哭擁抱告別後，從沒再見。嘉兒是聽張學友的那個年代。你問我年代，小時候我聽什麼？應該是南語那個年代。冷雨我沒怎麼。情人找不到你。做乜嘢先？幹嘛？冷雨第一彷彿要等你經過。冷雨。沒有。這個太老了吧？沒有。我再往前推一點。這歌還有點早。你們小時候聽什麼歌啊？哥，劉德華老師，《秋天不回來》。就讓秋風帶走我的思念。你也是嗎？哦，我聽什麼熱？我吃辣，我聽那個周杰倫老師跟王力宏老師的歌。哦，對，跟講謝謝，就比較靠近這20年的。你知道草蜢嗎？草蜢上是最有名的失戀陣線聯盟。對。